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传出去的讯息，除了你和对方之外，还有谁能够看得到？ Line 啊、WhatsApp， 还有微信，甚至 iPhone 的 iMessage， 大部分人呢，其实从来都不知道这些聊天 APP 真正保护了什么，又没有保护到什么。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假设呢，你发现有一个人呢，每天晚上都和另一个人聊到2点半，而且每次呢都聊很久，一到周末这个聊天的频率呢还会暴增。即便你不知道他们之间具体说了什么，但是光是这些信息，你大概就已经能够猜到很多事情了，对吧？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元数据了。其实，即便看不到你们双方聊天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光是这些内容呀，就已经很够了。2014年，前任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Michael Hayden 呢，他就说过一句话 ：“We kill people based on metadata。”我们靠元数据杀人。他讲的不是一个比喻啊，而是这个美军在执行一些就是斩首行动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这些目标呢究竟说了什么，只需要他是谁跟谁说的，然后什么时候联络的，然后从哪里联络的，光是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最近 Elon Musk 不是还推出了一个 XChat 嘛，就是主打隐私、安全、完全加密。但是这个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不是要评测这个 XChat 了，而是呢，我想带你一起来看一看，就是你最熟悉的那些聊天 APP， 你以为你很了解他们，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想清楚的那些事情。你说的内容谁能看到？然后你跟谁聊，什么时候聊，谁知道？如果政府或者法院吧，就是今天真的来要这些资料的话，或者就是这个平台的伺服器被骇客给攻破了，平台到底能够交出去多少呢？那不是要你删掉哪一个 APP 了，而是想让你知道你现在用的这些东西到底保护了你什么，又没有保护什么。开始。好，我们先来从台湾朋友最常用的 Line 开始吧。你现在的这个 Line 应该里面已经有了几十个群组了吧？像什么家庭的群组啊、公司的呀、同学的群组呀，还有一大堆就是你早就已经关掉了通知，但是你也懒得退出的那种群组。这个 Line 呢，在台湾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聊天 APP 了，什么政府公告啊、医院挂号啊、学校通知啊，还有什么订个便当啊、叫外卖啊，还有银行保险客服，通通啊都是在这个 Line 上面完成的。很多人今天没带钱包可能没关系，但是如果这个 Line 挂掉的话呢，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全民都在用的东西，台湾政府却规定公务员是不能够用它来传送一些公务的敏感资料的。不是说日常也不能用啊，而是连政府自己都知道，有些东西呢是不适合放在它上面讲的。这是为什么呢？2021年3月，日本2大报纸几乎同时都爆出了一件事，就是这个 Line 呢在上海有一家关联公司，那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就被授予了可以存取日本用户各自的这个权限了，包括什么姓名啊、电话啊、email 啊，还有就是部分的一些聊天的讯息内容。根据这个日媒后续的整理，他们实际上呢至少已经存取过32次了，整个影响的用户规模大概是8600万人，几乎是整个日本人口的1大半了。那在这个新闻曝光出来之前呢，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资料呢会被送到大陆去处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台湾的政府早在2021年就规定公务敏感资料不能在这个 Line 上面传了。然后2023年底呢 ，Line 的关联企业呢又被骇客给入侵了，用户的 ID 还有什么电话email 就再次外流了。那这个类似的事情发生2次，其实就代表他们内部的这个资安的管理一直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 Line 的对话到底有没有加密呢？其实是有的，它的加密叫做 letter sealing 嘛，传输过程呢本身是有保护的，而且这个功能现在已经是强制开启的了，你想关也是关不掉的。但是这个加密其实只是在保护这个讯息在路上的这一段时间。那这边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吧，你平常有没有就是把你的聊天记录备份到云端的习惯呢？如果有的话呢，那对于免费用户来说吧，那些备份其实通常都是备份在 Google 的这个云端伺服器，或者是 Apple 的 iCloud 上面的。Line 本身通常没办法直接读取这些备份的内容了。但是如果你们有额外开启更高等级的保护，这个 Apple 和 Google 他们在技术上其实是有能力存取你的这些备份的。前不久 Line 其实推出了一个就是付费的功能嘛，其中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加密备份。
它的设计呢，就是这个备份呢是存在 Line 自己的伺服器上的，但是这个加密的金钥呀，加密的钥匙吧，是在你自己手上的。理论上来说呢，除了你自己之外啊，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办法解开你的聊天内容，也包括 Line 他们自己。不过就算你的这个对话内容现在有加密了， Line 呢还是知道你跟谁聊，然后几点聊，聊了多久，你人在哪里，这些就是叫做元数据的内容吧，加密呢是保护不到的。那你的对话的内容呢，可能没人能够看到了，但是你的使用习惯、生活的节奏、常联络的这些人呢，Line 都是知道的。根据 Line 的母公司自己公布的这个透明度的报告吧，台湾政府的合法执法请求 Line 的配合率呢是99.69%。但这里要说清楚呀，这个不是说政府想要拿就能够拿到这些资料，在台湾呢，你必须就是经过这个法院核发的搜索票，然后法官要审查决定之后呢，才能够发这个搜索票嘛。而且因为这个传输过程本身是有加密的，那对话的内容呢 ，Line 即便想交也是交不出来的。它能交出去的最多就是那些元数据，就是你跟谁聊了，什么时候聊了，聊了多久等等一类的。那这一点呢，和等下我们要讲的微信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香港的朋友呢，应该对下一个很熟悉，就是 WhatsApp 了。香港差不多有点像这个 Line 在台湾的这个地位吧。WhatsApp 本身也是有加密的，而且对话的内容还有就是备份都是可以加密的，听起来还是挺安全的，对吧？但是呢，我想让你想象一个画面，假设吧，就是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这个另一半呢，每天晚上都固定啊和同一个人在传讯息，然后聊很久，每次呢都可能聊到个半夜，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联络的频率呢还会暴增。那你不用看到他们之间说了什么，你光是从这些讯息呢，就已经心里有答案了，对吧？那到这里呢，你可能就会发现了，问题其实不是有没有加密的问题，而是这个加密到底保护到哪一步的问题。Line 本身它这个传输过程是有加密的，然后备份呢，你也可以选择加密嘛，但是元数据呢是没有保护的，你跟谁聊、几点聊这些 Line 都是知道的。WhatsApp 的情况有点类似，内容和备份本身呢都是可以加密的，官方看不到你说了什么，但是那些元数据，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用什么手机啊，然后联络人有哪些啊，这些呢 WhatsApp 呢也全都是知道的。而且这些资料呢，就是它的这个母公司就是 Meta 嘛，会拿来建立你的一个使用者的一个轮廓。那你常用的联络人啊、活跃时间啊、装置的资讯啊，甚至就是你的通讯录里面的那些关系啦，都能够间接的用在他们的这个广告系统上。一旦政府来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就是合法的法律程序吧，取得这些元数据。所以不管是 Line 也好，还是 WhatsApp 也好，他们保护的主要是你说了什么，但是你跟谁说、什么时候说，他们呢都很清楚，也没有真的保护到你。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连这个元数据也给它保护起来呢？其实啊是有的，就是 Signal 了。Signal 的设计原则呢，就是就算他自己想知道你跟谁在聊，他也做不到，因为他根本呢就没有记录这些东西。即便政府来要资料好了，或者就是伺服器被骇客入侵了，然后这个 Signal 能交出去的呀，就只有2件事情，就是你的账号是什么时候建立的，然后你最后一次使用它是什么时候，就这样了。其他的内容呢，它真的是拿不出来的。但 Signal 呢，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用的人太少了嘛。那如果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朋友都不用 Signal， 你也没办法用这个跟他们联系啊。那这个呢，不是技术问题了，是人的问题了。有些朋友可能还想问了，就是说 iPhone 的 iMessage， 还有就是或者安卓机的那个 Google Messages 嘛，不是也都有加密吗？没错，这个对话本身呢也都是有加密的，但是在元数据这一块呀，他们其实都没有保护到。那至少就是主流的聊天 APP 里边吧，目前我知道的呀，就真的只有这个 Signal 能够做到整个的程度，就是都是有加密的。不过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些人呢就会开始觉得了，那我是不是只要换成这个 Signal 就绝对的安全了呢？其实呢也不是，因为聊天 APP 保护的呀是你说了什么，但是你联网的网络连线本身呢就是另一件事情了。又到了每年的求职的旺季了，很多人都在想是不是该换一份工作了，甚至呢已经开始找一些新的学习的资源、线上的课程，划一些职缺呀，投一些履历呀，几乎全部都是在这个网络上完成的嘛。但是有一个细节呢，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你填的那些资料、电话呀、email 啊、工作的经历啊，其实很多呢都是很敏感的资讯了。很多人都是在咖啡厅或者是其他的公共 WiFi 上顺手呢就投出去了，在这个公共网络上传这些东西啊，不是说一定会出事了，但是习惯性的保护一下呢，心里还是会踏实一点的。
所以我现在的习惯呢，就是只要我在外面上网登录一些账号传一些资料，我都会先把这个 NordVPN 给它开起来，它会帮助你把这个连线加密，就算在这个公共的网络环境，资料呢也不容易被拦截。另外呢，像是有些国外的课程啊、资源呀、不同地区开放的内容呢，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切换一个地区之后呢，选择呢就会多一些。那如果你平常都是在家用自己的网络呢，那么其实倒不一定非得开这个 VPN 了，但是只要你有在外面上网的习惯，那开一下呢就会安心很多。那如果你刚好有需要的话，链接我就放在下面了 nordvpn.com/PETERSUN， 或者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一个优惠码 PETERSUN， 订阅2年方案呢再多送你4个月，还有就是最多可以同时保护10台装置，也有30天退款的保证。现在网络连线我们也给它加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个对于全世界的华人很难回避的一个 APP， 那就是微信了。在海外呢叫做 WeChat。微信在中国大陆的地位啊，甚至还会超过这个 Line 在台湾的地位。它不只是聊天了，还有就是支付啊、叫车呀、外卖啊、政府的服务啊，还有什么扫码点单呐，甚至就是疫情的时候，你能不能乘坐这个公车，都是要靠这个微信的。那在大陆呢，很多事情你不开这个微信啊，根本是做不了的。所以只要呢你跟大陆有往来的话，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业务的往来了，你就是没有办法不用它。而且很多人呢，这个用着用着呀，就习惯了，即便已经出了国了，联络的双方呢也都不在大陆了，但有些时候呢，还是直接开这个微信来传讯息。那这个微信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工具呢？我们还是用同样的3个问题来看一下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说的这些内容到底谁能看得到？这个微信呢，其实啊它是没有端对端加密的，也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所有的聊天 APP 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端对端加密的聊天 APP。所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说呀，它的母公司腾讯呢是可以存取你的这些聊天内容的。这个呢和 Line 啊、WhatsApp 呀、Signal 呀都是不一样的。那其他的 APP 传输过程呢，本身是有加密的嘛，平台是看不到你说了什么的。但是微信不是，你的这个对话内容呀，它是完全都能够看得到，没有加密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原数据谁知道了？就是你跟谁聊，然后几点聊，聊多久，你人在哪里，这些资讯呀，腾讯也都是全部都知道的。那第3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政府要来要资料的话，它究竟能够拿到多少呢？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微信啊，跟前面所有的 APP 最不一样的另一个地方了。中共其实有一部法律叫做《国家情报法》，里面第7条白纸黑字就写着，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那腾讯是大陆的公司嘛，就必须遵守这个中共制定的法律。那这个不是说腾讯它本身想监控你啊，而是所有的大陆的公司呀，都必须这么做。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那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啊，企业也需要配合这个政府啊，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这个性质呀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因为这个微信它本身没有端对端加密嘛，腾讯不仅可以交出你的原数据，还可以把你的对话内容呀一起提供出去。但是 Line 啊、WhatsApp 呀、Signal 这些呀，因为它的对话内容至少是有加密的嘛，那就算政府来要这个对话内容呢，他们也交不出来。其次，这个司法程序也是不太一样的。台湾的 Line 吧，比如说需要这个法院提供的搜索票，然后呢，这个 Line 呢才能提供这些资料。那美国这边也是类似了。香港在那个国安法之后呢，现在情况就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那这里我就不再展开了。但至少吧，在大陆呀，这个执法机关呢是不需要经过独立的法院审查的。那这件事情呢是很确定的。2018年曾经有这样一个报道，就指出了公安局啊，在腾讯的总部旁边呢，就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的小组，可以及时的读取这些用户的对话记录。它不是等到出了事以后呀才去申请什么搜索票才来查，而是随时都有能力取得你的聊天的内容。有些人可能也会说了，那美国的平台也在收集资料呀，这也是没错的。但是前面我们也都说了嘛，差别在于就是其他的平台呀，它只能拿到你的这些原数据，对话的内容本身呢，它是交不出来的。但是微信呢，它都不需要这些程序，程度是不同的，这个性质呀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个还不是理论上的风险了。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报道，山西呢就有一个叫做高志刚的人，他就通过这个微信呀，把一段 YouTube 的链接、影片的链接啊，就传给了他在美国的朋友。事后呢，他把这个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呀，就全部都删掉了。但是这个警察呢，后来还是找上门了。在法庭上出现这个截图证据的时候呀，那个截图不是来自他的手机的，而是直接从这个微信的后台调出来的。
最后呢，他就以寻衅滋事啊，就是被判刑了，就传了一个 YouTube 的链接，判刑了。有人可能会说，我又没做坏事，怕什么？但问题是啊，在中共的法律体系里面呀，什么叫做坏事？这件事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其实还有一件事啦，是2021年被曝光出来的。那一年 iPhone 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嘛，就是可以记录每一个 APP 在后台啊，偷偷的都做了什么。结果呢，就有这个资安的专家发现了，微信在这个用户完全没有开启这个 APP 的情况下，会在后台呢自动的读取你手机里面的相簿，而且每次这个读取的时间都长达40秒到1分钟。微信后来就官方解释了，说这是为了让你下一次在上传照片的时候呀更顺畅。但是同一时间呢，也有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测试了一下 WhatsApp 和 Signal， 那这些 APP 呢是完全没有这种就是通过后台去读取相簿的行为的，他们只有在你主动点击传送照片的当下，才会就是读取你的这个相簿。一个聊天的 APP， 在你完全没有打开它的情况下，它在偷看你的相簿，你觉得它在找什么呢？还有一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叫做 Citizen Lab 了，他们在2020年透过一个技术的分析啊，就发现，即使呢是你在用海外的号码呀注册的这个微信的账号，你传送的这些图片和文件还是会被扫描的，而且呢是用来训练大陆的这个审查的系统。那换句话说呢，你在海外用微信传的每一张图、每一个文件，最后呢都会传到中国大陆。那不管你人在台湾、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都是一样的。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如果有这样一个 APP， 在你没有打开它的情况下呢，就偷偷读取你的相簿，而且你传出去的图片和文件呢，都会被扫描，然后送去某个你不认识的伺服器，然后你的对话的内容呢，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看到，那你还会用这个 APP 吗？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呀，这些事情呀，就是微信正在做的事情。那我说了这些呢，不是叫大家把这个微信删掉，完全不要用。有些时候跟这个大陆人联系啊，不用微信呢，还真的是不行。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微信上的聊天内容呀，在技术上腾讯是可以存取的。在中共的那个法律框架下吧，政府呢也是有能力要求平台提供这些资料的，而且不需要法院去把关。那这个是技术事实，也是法律的事实了。如果你必须要用它的话呢，至少呀，你不要在上面说任何你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而且要记住呀，这个不只是你自己的事了，也有可能会给就是大陆的亲友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完了微信，我想顺便说一下很多果粉不知道的事吧。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平常都在用 iPhone， 然后用这个 iMessage 来传讯息嘛，应该是很安全的，对吧？在大部分情况下呢，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 iCloud 的云端备份了。你的这个 iCloud 备份呢，其实是有加密的。但是解开这个加密的钥匙呀，它在 Apple 的手上，不在你自己手上。也就是说呢 ，Apple 在技术上呢是可以存取你的这些备份的内容的，而且在这个合法的这个司法程序下呀 ，Apple 技术上也是有能力提供这些资料的。不过到了2022年底 ，iPhone 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进阶资料保护。一旦开启了之后呢，就是加密的钥匙呀就还给你了，移到你自己的手机上了。那这样的话呢，连 Apple 自己也解不开这些加密的备份了。即便在这个合法的程序下 ，Apple 也没有办法提供这些备份的资料。那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且呢，这个功能呢是免费的。但是有2个地方是例外的，就是进阶资料保护这个功能是开不了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大陆。2018年，中共呢要求就是把大陆 iPhone 用户的这些 iCloud 的资料呀，全部转移到大陆的伺服器。之前是在海外嘛。而且呢，要求把这个加密的钥匙呢，也必须放在大陆才行。Apple 其实当时呀，有尝试着想把这个加密的钥匙至少留在美国吧，但是最后呢，还是妥协了。那结果就是呢，伺服器在大陆，资料在大陆，钥匙呢也在大陆，而且是由大陆的国有企业云上贵州呀去运营和管理的。虽然 Apple 在技术上也是可以存取的，但是在中共的法律的框架下呀，政府呢也是完全有能力取得的。而且这个最重要的进阶资料保护这个功能呀，在大陆是完全没有开放的。那大陆用户呢是没办法用这个功能的，也就是说呢，没办法把这个加密的钥匙拿回到自己手上。那如果你不想你的备份被别人知道的话呢，唯一的办法呀，就是不要用这个 iCloud 备份。
第二个呢，其实是英国了。英国的政府呢，就以这个反恐的名义，要求 Apple 呢给政府呀专门开一个后门，然后好让这个政府呀能够存取用户的这些备份。Apple 呢并没有直接配合这个要求，但是它的做法呢其实是另一种妥协了。它就直接把这个进阶资料保护的功能呀从英国彻底的下架了，让这个英国用户呀根本没有办法开启这个功能。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呢，英国的用户到现在呀还是没办法用到这层保护。你看呀，同一只 iPhone 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保护的程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以为用 Apple 很安全，但其实呢要看你在哪个国家。那如果你在台湾啊、香港啊，或者是绝大多数的其他的国家吧，进阶资料保护呢，现在就是可以开启的。我就建议大家都去开一下吧。开不开呢？从这个资安的角度来说呢，真的是差很多的。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就是 Elon Musk 的 XChat 吧。现在呢，你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判断了，我们就一起快速的看一下吧。首先是内容谁看得到 ？XChat 它本身呢，就是至少呀，它是有这个端对端加密的。光是这一点呢，已经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微信要好太多了。但是呢，它缺乏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前向保密。那对于 Line 呀、还有 WhatsApp 呀、iMessage、Signal 来说，就算有一天你的这个加密的钥匙呀被别人拿到了，以前传过的那些讯息呢，还是安全的，因为每一次对话的这个加密的方式呀都是不一样的。但是 XChat 呢，现在还做不到这件事情。加密的钥匙外流的话呢，那过去的那些对话呢，就有可能被回溯解密了。X 官方呢也自己承认这个问题，说是正在开发当中。然后这个原数据谁掌握呢？你跟谁传，就是什么时候传这些。目前看起来呀 ，X 并没有对这个原数据呢提供什么额外的保护。最后就是政府来要的话，到底能够交出多少 ？XChat 的加密的钥匙呢？这个备份呢是在 X 自己的伺服器上的，不是在你的手上的。从目前公开的这个架构来看吧 ，X 在技术上呢是有能力存取这些备份的资料的。那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聊天 APP， 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现在你知道应该去怎么判断了，内容谁看得到，原数据谁掌握，还有就是政府来要资料，或者是伺服器被骇客入侵的话，他们究竟能够拿到多少？那这三个问题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律可能会变，产品呢本身也在变嘛，但是只要你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就不会被任何这个 APP 的行销的话术呀牵着鼻子走了。我们自己的这些隐私呢，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守护才行。我以后还会分享更多跟资安相关的信息。那如果对这些方面比较在意的朋友，就记得一定给我点一个赞吧，并且订阅一下咱们的频道。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彼得森，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